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这期分享的内容是健身瘦和饿瘦的女人，差别到底在哪里？究竟哪个体态更好？答案在这里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娱乐圈的美女很多，比如杨幂和李若彤，她们都是非常苗条的女神。通常我们认为瘦就是美，但其实体态的差异还是很大的。把它们放在一起比较，你会发现差别很明显。虽然李若彤比杨幂年长很多，但她的身材保持得非常好。即使多年过去，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，她的身姿依然非常挺拔，气质也显得非常独特。为什么同样是瘦的美女，她们的体态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？关键在于运动。李若彤是个真正的健身爱好者，多年来一直坚持锻炼，她的社交媒体上全是她的健身日常，包括力量训练、瑜伽和跑步等。通过比较这两位明星，我们可以看到健身瘦和饿瘦之间的不同。想知道哪种方式能塑造更好的身材吗？这期咖啡屋我们一起探索。一、健身瘦和饿瘦的体态差别多大？对比太明显。一、饿瘦容易变成大头娃娃，比例差。你可能没意识到，通过健身减肥和通过挨饿减肥这两种方法，对身体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。如果你通过挨饿来减肥，身体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会开始消耗肌肉来获取能量。肌肉减少后，身体的新陈代谢速度会变慢，而且脂肪也不会均匀的减少。这样虽然体重减轻了，但身体的大小并没有相应的缩小，结果就是看起来像一个大头娃娃，比例很不协调。而通过健身减肥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健身可以帮助你有针对性的锻炼身体，促进各个部位的脂肪均匀消耗，并且增加肌肉量。这样不仅体重减轻了，而且身材看起来更加匀称，头和身体的比例也会更加协调。二、饿瘦的身形不够挺拔，缺乏气场。饿瘦的人通常因为缺乏足够的营养，身体的肌肉不够强壮，不能很好的支撑骨骼，这使得他们的身体看起来不够结实，给人一种软弱无力的感觉。无论是站着还是走路，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自信，给人一种缺乏活力的印象。相比之下，经常锻炼的人通过持续的力量训练和有氧运动，增强了肌肉的力量，特别是腹部和背部的肌肉。这些肌肉帮助他们更好地支撑身体，保持良好的姿势，因此他无论何时都自信满满，散发出一种强大的气场，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三、饿瘦的身材扁平，没有曲线感。此外，饿瘦的身体通常缺乏女人应有的曲线美，因为这种瘦身方式往往伴随着肌肉的流失，没有足够的肌肉来塑造身体线条，导致胸部、臀部等部位会显得松弛下垂，整个身形看起来像平板一样没有立体感，缺乏那种健康的活力和美感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健身瘦，通过科学的力量训练，可以针对性地锻炼胸部、臀部、腿部等关键部位的肌肉。这种训练方式不仅能够帮助增加肌肉量，还能让胸部更加丰满挺拔，臀部更加紧实上翘，腿部线条更加流畅，从而打造出凹凸有致的身材曲线。这样的身材不仅健康，而且能够尽显女人的魅力。四、饿瘦的腰腹部体脂高，容易有小肚子。当人饿瘦的时候，身体虽然会减少脂肪，但是因为缺少运动，特别是针对腹部的锻炼，腹部的脂肪很难被有效地消耗掉，反而容易堆积起来，形成让人烦恼的小肚子。即使体重整体下降了，腹部的皮肤会显得松垮垮的，影响到穿衣的美感。再看看那些通过健身瘦下来的人，他们通过做有氧运动和专门针对腹部的训练，
比如仰卧起坐、平板支撑等，能够有效地燃烧掉腹部的脂肪，同时增强腹部肌肉的力量，让腰腹部的线条变得更加紧实。5. 健身瘦的肩颈线条好看，头肩比好。很多喜欢健身的人会特别做一些锻炼肩膀和脖子的练习，比如肩部推举和哑铃侧平举。这些练习可以帮助增加肩膀的肌肉，让肩膀看起来更宽、更有型。同时，这些练习也能让脖子周围的肌肉变得更好，让脖子的线条看起来更长、更漂亮。另一方面，那些通过节食变瘦的人，因为缺少锻炼，肩膀的肌肉通常比较弱，他们的斜方肌因为长时间过度用力而变得紧绷和粗大。此外，由于体态不好，脖子会向前伸，导致头和肩膀的比例不协调，这会影响一个人的整体气质。6. 饿瘦的容易含胸驼背，健身瘦的肩背更挺拔。肩背会对一个人的外观和气质有很大影响。如果平时不注意锻炼，女人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含胸驼背的习惯。这样的姿势不仅让外表看起来不够美观，还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，比如压迫胸腔，影响心脏和肺部的功能。相反，经常锻炼的人，尤其是那些通过健身保持苗条身材的人，会通过特定的背部练习来加强背部肌肉。这些练习包括引体向上和俯身哑铃划船等。通过这些训练，背部肌肉得到加强，能够有效地把肩胛骨向后拉，帮助保持胸部挺直、头部抬起的良好姿势。这样一来，肩背显得更加挺拔，整个人看起来也更加精神饱满，充满活力。2. 想要拥有好体态，还得健身才有用。1. 肩膀内扣，有富贵包，一定要练肩背。健身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塑造一个优雅的体型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有肩膀向前倾和背部有隆起的问题，这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，坐姿不正导致的。不过别担心，通过持续练习一些针对肩部和背部的运动，比如颈后臂屈伸和引体向上，你的肌肉会更强壮。随着肌肉力量的提升，你的体态也会逐渐改善。这样一来，你的整体气质也会瞬间提升一个档次。2. 体态不匀称，坚持练习瑜伽和普拉提。身体不对称的问题，其实主要是因为身体不够柔软。不用担心，瑜伽和普拉提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。瑜伽里有很多动作，比如竖式和三角式，这些动作特别注重身体的平衡和对称性。如果你能坚持练习，身体的平衡感和协调性会得到很大的提升。长期坚持练习瑜伽和普拉提，身体的肌肉会和谐发展，达到平衡，同时你的骨骼也会慢慢调整到正确的位置。3. 健身后要拉伸，避免肌肉堆积。如果你健身后忽略了拉伸，那可就真的亏了，因为不拉伸会导致肌肉僵硬和堆积，影响体态的美观和肌肉的健康。例如，在进行深蹲、硬拉等力量训练后，你应该立即进行站立位体前屈来拉伸大腿后侧的肌肉，以及弓步压腿来放松大腿前侧的肌肉。同样，上肢的肌肉也需要拉伸，比如在哑铃弯举后，一定要给手臂做拉伸，这样不仅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体态，还能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。3. 中年女人健身应注意以下3点。1. 从基础动作做起，从简单的动作开始，也就是从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做起，一步步的提高，而不是一开始就尝试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动作或方法。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，因为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另外，从锻炼的部位来看，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部位开始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坚持下去，帮助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。
随着习惯的形成，自然而然的就会增加更多的锻炼方式。2、保持动作的标准性。要想减少受伤的风险并提高技能，首先得掌握正确的动作方法。因此，在练习新动作之前，最好先学习和理解这个动作的基本步骤。当你对动作有了基本的了解，心里有了底，就可以开始尝试了。尝试的时候，可以录下视频或者站在镜子前练习，这样方便你观察自己的动作是否标准，然后根据观察到的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。3、避免训练过度。适量的锻炼能让人们感到轻松和快乐。如果在锻炼时感到身体有压力，或者情绪变得低落，就是运动过量了。因此，在锻炼时要留意身体的反应。一旦感到不舒服或有异常的不适，就应该停下来休息，不要强迫自己继续。另外，就锻炼的频率而言，每周进行3到5次，每次大约30到60分钟是比较合适的。4、力量训练，简单动作分享。动作1：跪姿俯卧撑。俯身，双手分开比肩膀稍宽，手臂放在肩膀下面来支撑身体，手肘稍微弯曲，保持背部直挺。收紧腹部肌肉，双膝跪在地上，小腿并拢并向上抬起，身体稳定，背部直挺，慢慢弯曲手肘向下，让大臂和身体之间的角度稍微小于45度。然后身体向下俯身，胸部几乎要碰到地面，接着用力撑起身体，整个过程中背部要保持直挺，注意要控制身体下降的速度。撑起身体时要确保手肘保持微弯的状态。动作2：臀桥。平躺下来，背部和头贴着地面，膝盖弯曲，双脚分开，大约和肩膀一样宽，踩在地面上，双臂放在身体的两边，臀部要下沉，但不要接触地面，保持身体稳定，核心部位要用力收紧，臀部肌肉要用力，把臀部向上推，直到大腿和身体的上半部分形成一条直线。在动作的最高点稍微停一下，然后有意识地收缩臀部肌肉，接着慢慢地控制速度，让臀部慢慢回到起始位置。动作3：俯卧对角伸展。躺在垫子上，肚子和髋部贴紧地面，双腿稍微分开，向后伸直，然后把双腿举过头顶，同时稍微抬起头部，保持头部稳定。接下来用力让背部挺直，同时抬起一只手臂，另一侧的臀部也要用力，让那条腿保持伸直的状态向上抬。在动作的最高点稍微停一下，收紧背部和臀部的肌肉，然后慢慢回到起始位置，换另一侧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动作4：卷腹。平躺下来，膝盖弯曲，脚平放在地上，上身紧贴地面，两手放在耳朵旁边，确保身体稳定，不要让下背部离开地面，用腹部的力量让上半身慢慢向上弯曲，直到你能够做到的最大幅度。在动作的最高点稍微停一下，感受腹部肌肉的紧缩，然后慢慢控制速度回到起始位置。熟悉了动作之后，可以开始尝试，从你能做到的动作开始，逐渐增加难度，每个动作可以做15次，动作之间休息大约45秒，总共做3到4组。注意，在做这个动作时，要确保动作正确，避免受伤。如果感到不适，应该停止练习。5、中年女人想要控制体重，以下3点很关键。1、把家里的零食换成苹果、黄瓜。市面上很多零食含有高热量和糖分，还添加了很多人工成分，比如常见的虾片、薯片、巧克力和辣条等。吃太多这样的零食，身体会积累脂肪和毒素，会引起健康问题。相比之下，苹果和黄瓜是更健康的选择，它们可以作为零食的替代品，帮助我们提高健康水平。
同时减少热量的摄入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瘦。苹果里面有很多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膳食纤维，这些成分能让人感到饱，同时还能帮助肠道蠕动，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。黄瓜含有很多水分，热量很低，它还含有丙醇二酸，这种物质可以阻止糖分变成脂肪，所以在减肥的时候，黄瓜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选择。2. 调整3餐饮食比例，保持8分饱即可。饮食对一个人的体型和健康有很大影响。对于中年女人来说，如果想要减肥，就不能像年轻时那样随便吃东西了，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消化和新陈代谢能力会下降。如果吃太多，身体无法消耗的热量就会变成脂肪堆积起来。其实减肥并不需要饿肚子，关键是要有规律的饮食，调整每餐的食物比例，这样可以保证身体获得均衡的营养，同时帮助维持正常的代谢速度。早餐可以吃一份全麦面包，喝一杯牛奶，吃一个鸡蛋，再加一些水果，这样的早餐能够启动身体的新陈代谢，还能防止午餐时因为太饿而吃太多。午餐可以自己准备，带去工作的地方。可以吃1拳头大小的瘦肉或鱼，配上2拳头大小的高纤维蔬菜，再加上适量的主食，这样可以保持8分饱，避免摄入过多热量。晚餐应该吃得比较清淡，可以吃一些蔬菜和少量的粗粮，再搭配1拳头大小的鸡胸肉、鱼肉或虾，晚餐吃到7分饱就可以了。最好在睡前4小时吃完晚餐，这样睡觉时身体还能继续燃烧脂肪，有助于控制体重。3. 早起空腹锻炼。早晨是减脂的好时机，可以尝试慢跑、做健身操或者打排球类的运动，加入一些力量训练，比如举重，也能加强肌肉，提高身体的基础代谢率。每天早上花20到30分钟锻炼，不仅能帮助你燃烧更多热量，还能增强心肺功能，让你的身体更健康、更强壮，保持年轻的感觉。保持好身材绝不是短时间内就能做到的，而是需要一生去努力的事情。我们常常看到有人一时兴起开始减肥，但因为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就放弃了。实际上，无论是控制吃多少，保持饮食平衡，还是定期做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，都需要坚持几个月甚至几年。所以别只关注体重秤上的数字了，快点行动起来，通过运动塑造完美的身材，把健康和美丽都赢回来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赠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欢迎你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